今天有一个朋友来家，他们练那个剑击的嘛，说那个抗战大刀，那些招式怎么用？我说其实只有一招，就是你们做低一点，把裆先撑开，做低一点，屁股尽量贴椅面，因为你低一点，那个裆可以撑开，所以先把裆撑开，拿腿是用整个裆拿的，不是用单腿的力拿，是用整个裆拿。比较好。你先把裆的力量先整起来，你再提，整起来提腿。你裆还没整起来，不要晃动。你步稍微小一点，步小还要小。好，坐下去，裆开，再坐低，裆开，坐低把裆开，你不要步大。好。这样做，要这样做就会累。老师，我会请问一下，为什么老师强调不用三角的力量，然后要用裆的力量？那个为什么强调不用三角的力量？三角不是不要用身体晃动的力量，因为武术在用的时候，你们来看，在这边。
武术所有的，当我一个桩，你的手方，当我这样的时候，当我要动了，一般是什么？像你那样动的话，是重心先移动，是不是？然后再换步。我们这样动是，当我这样动的时候，你看，我的力量没有回来的，我的结构，我的结构也没变，所以当我一接手的时候，我的重心腿也可以动，我就算是一个弓步好了，弓步你要动，你要先移动你的重心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真正你在抢的那个可能半秒钟是抢在什么地方？那我的重心在前面了，可是我这个重心腿我可以动，我这个重心在前面，我的重心腿能动，而不需要什么？不需要回来，你一回来就是他的了，听不懂？所以当我一个骑马步出去，我一个骑马步出去的时候，我一直进，我可以一直进，因为我这个力量没有断，也没回来，所以就是说我这个骑马步，你先，当我一个骑马步这样子过来的时候，当我这样的时候，我一直做这个，你看我的力量一直是这样子，所以它不会有这种摆荡，不会有这样子的摆荡，晓得吗？你的力量是连贯的，你的架构也没变。但是这一段要一直 hold。我没有 hold， 我没 hold， 可以不摆荡，就是当嘛。因为当你用这个的时候，当你用当的时候，你这个就 hold 住了，晓得吗？你不是故意要去 hold。当我一做这个时候，就我刚才讲的嘛，你的一只脚拿起来，你本来是平衡的嘛，你一只脚拿起来，你就处于什么？你就处于不平衡了。在不平衡的那一瞬间，你的身体自主的里面核心的部分，它会整合起来，要帮助你把身体平衡住。这样不懂？啊？这种训练要练那个。那我们平常都是在平衡中嘛，这个是在平衡中，我要移动了，这也是平衡中嘛，到这边这也是平衡中嘛，我都是在平衡中动啊。我在平衡中动，里面的部分就没有训练到了，就没有力量，晓得吗？里面的力量是维持什么？最重要是当我们不平衡的时候，里面可以帮我们维持住一个瞬间的平衡，跟维持住那个架构，听不懂？对，这个是被动作用。对，它是因为不平衡而产生的啊，所以我们就用不平衡来练它，因为当它产生的时候啊，它不光是这个区域，它扩散到你的手脚去的，所以你不能像现在练习，你不能光练这个核心，所谓的核心肌群，它就在这个地方。你光练核心肌群，你这个核心肌群啊，它不能延伸到你的手脚去，听不懂？所以它不能在不平衡的状态下被启动。你看那个，我最近看那个有那个年轻小孩子练那个，抓到他的脚踝，他可以这样子贴地不碰到地，延伸出去再回来。你们有看过吗？哇塞，好厉害那个小女生，小女生没看过哦，那种小女生才可以，小女生那个算不算铁板桥？算，那就她跪着嘛，教练抓到她的脚踝，稳定住脚踝，她的整个身体可以贴着地出去，不碰地，
然后再贴着地回来。这种练核心，它就是全身的，晓得吗？中骨。那个真的很厉害，好像全山红也有这样练，那我们武术也是一样，因为武术在打斗中的时候啊，是不平衡的时候比平衡的时候多，因为在动嘛。所以都不是说我站定了，我发劲，站定来打，没有这种时候的。八卦拳是说你站定了，就好像那个落地花，好像花掉地上了，随便别人踩。那实际的战斗，也是一样嘛。前2天有一个朋友来家，他们练那个剑击的嘛，说那个抗战大刀，那些招式怎么用？我说其实只有一招，就是最原始的一招。很多国家的原住民他们用的那个兵器啊，最原始的兵器啊，就是前面重，然后有一个弧度嘛。我到澳洲的时候。不是，我到纽西兰的时候，他们那个也是一样，他们好像一个斧一样的，做的很漂亮一个。我问他你们这个是怎么用？他说很简单，就两招。中那人家打过来，他是这个地方一挂，啪就劈下去。所以做的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挂一个劈。所有的原始的拿那种前面重的那种，他们的用法就只是一个挂一个劈。抗战大刀也是一样，用刀最基本的缠头裹脑也是一样嘛，它就是一个啪一个用刀背把对方挡开，啪就是一个这个嘛，一个这个，这是一个挂，类似一个这个挂嘛，把对方的兵器挡开绕一个圈就是一个劈，所以只有这个那他说接下来人家反应没有接下来，因为冲锋是什么状态？所以现在很多人讲他不了解那个状态，冲锋是什么状态？大家只有一个照面的机会，一个照面打到没打到，你后面的人要往前冲，那边的人还在往前冲。你打的这个人已经冲过去了，没死就已经冲过去了，死了就倒下了。所以不会有一个我一招不行，我在第二招，没有这个时间的，没有这个时间，大家都在往前冲，你不能停下来啊！停下来跟那个人挤的时候要疏散一样嘛，你一停下来你就被后面的人压倒了嘛，晓得吗？所以基本上只有一招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就这样子。那他破什么？他就破这个刺啊，他就破这个刺啊，刺是一条线嘛，他一过来了，枪这样端着，我不管你有没有刺出来，我就是一个大圈往你枪身上一挂，一绕就是劈头嘛，劈到没劈到，你死了没有都不管，再往前进。所以真正在打斗的时候，你只有那一瞬间，没有缠斗，除非到最后了，所剩无几了，没有人再冲了，那个时候有可能那你说破风18刀，那个刀那么多招式干什么？那是给军队训练嘛。是不是？那要我训练的话，我就只训练这个，啪，你把这个练到变成你的本能了，是不是？圈小，啪就是这个，啪就是这个，你把这一招把它练好就够了，因为他没有打脚的他没有这个
它没有这种，它枪它不会刺脚嘛，都是在中以上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它只要这个嘛，晓得吗？所以武术当中，武术真正的打斗当中，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一样的，没有让你停下来跟别人过好几招的时候。晓得吗？那个黑道的笑我们练国术的那样打，是不是？他为什么笑？人家黑道打也是这样子啊。你们去看上海滩那个电影，两边帮派是不是？哇，就冲过去了。你不能说第一排的冲到那边就跟第一排的打，那第二排以后呢？是不是？啪就冲过去了，没有死就再回来打啊！所以真正打斗当中停下来的机会非常少，就是一口气所以说一鼓作气嘛，二而衰，三而竭嘛。一阵鼓过去，这个啪过去，剩下50%，再整正，再回来第二通，剩下10%大概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晓得吗？所以我们练武术要掌握住那个不平衡，招式都是在不平衡的时候出去的。打人杀人都是在不平衡的状态下打的，平衡状态下没有你就看别人摔跤嘛，蒙古跤或者河北保定跤，或者柔道，很多的柔道也是把你扯来扯去，是不是？你失掉平衡了吧？失掉平衡，啪，他才用他的招式啊。不是说人家站那么稳，你上去硬要去摔别人，哪有这样的事？蒙古胶他们也是都扯来扯去嘛，是不是？就是什么？就是造成你的不平衡啊。好，来，我们刚才练那个，你们回到家练啊。我们还有一个可以玩哈。我们一起。